此时此刻，梅玉珍刚在车上苏醒。满进山和满英杰两人轮流开了一夜的车，才开出来1000公里。现在他们距离美墨边境还有超过2000公里的路程。按照梅玉珍的计划，他要这两人一直驱车前往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，然后再从这里通过陆路进入墨西哥。在车上摇晃一夜的梅玉珍，由于没有睡好的缘故，精神多少还有些恍惚。他忽然回想起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刚到美国的前2年，自己虽然用了假的身份，但确实算得上兢兢业业。自己当时赚的钱虽然在美国远谈不上丰厚，但是由于做保姆都是雇主包吃住，所以自己赚到的钱几乎都原封不动地寄回了家里，不但很快还清了偷渡时借下的外债，还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家里贫穷的生活条件。但随着梅玉珍在美国待的时间越久，她被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越深。渐渐的，她开始为自己非法移民的待遇而感到不满。当时在唐人街，华人保姆有2种不同的情况，一种是拥有美国合法身份或者合法绿卡的保姆，而另一种就是像梅玉珍这样非法移民黑在美国的黑保姆。前者相比起后者，价格一般要高出1半甚至更多。有时候保姆与保姆见了面，大家聊起各自的情况，梅玉珍就会为自己微薄的薪水吐槽叫屈。她总觉得自己的工作内容明明跟别人一模一样，而且自己也没有偷奸耍滑，凭什么自己的薪水只有别人的60%甚至更低？因此他逐渐对自己的雇主家庭产生了怨恨，总觉得对方是故意欺负压榨他这个抛夫弃子被井离乡的可怜女人。但是梅玉珍却忽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现实，她的雇主之所以冒险雇她这个非法移民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非法移民的价格本身就相对低廉。考虑到自身条件有限，雇主所以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。若是2种人价格一样，所有雇主都不会考虑后者。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也能想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是梅玉珍不这么想。她意识不到自己与合法保姆之间的天然差距，她只是不断在心中积累自己的怨气，甚至逐渐上升到仇恨。就在梅玉珍到美国的第3年，她的雇主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，雇主一家4口死了3个，分别是一对30多岁的年轻夫妇和他们5岁的大女儿，至于他们当时未满1周岁的小儿子，则在那场大火中失踪。那场大火便是出自梅玉珍的手，而梅玉珍在放火之后，带着襁褓中的婴儿辗转到了美国的另一座城市。他托了一个中间人，把孩子以3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一对40多岁、迟迟要不上孩子的华人夫妇。当时这一笔交易远超了当地的市场行情价，买方一度被高昂的价格劝退。但梅玉珍非常聪明，她看得出这对夫妇想要孩子的迫切希望，还看出这个1岁的婴孩与男性多少有些神似，于是便根据孩子的五官，给夫妻2人描绘了孩子长大之后的模样，说孩子长大后一定和男方很像。除此之外，机敏的梅玉珍还戳中了最让2人动容的痛点，因为长得像，所以只要他们带着孩子换个地方生活，等孩子长大，就没人会怀疑这孩子是买来的。哪怕过个3、5年带回国内老家，说是自己的孩子，也不会有人怀疑。而且他还告诉这对夫妇，与收养儿童不同的是，他带来的这个孩子还未满周岁，长大之后绝对不会对原生父母有任何记忆。用梅玉珍的话说，只要买下这个孩子，传宗接代的事情就算是一步到位了。于是
被说动的夫妻拿出3万美金买下了这个孩子，而梅玉珍则拿到了2万5千美金。这笔钱在当时比她做2年保姆赚的还要多。也是自那之后，梅玉珍便走上了赚快钱的罪恶道路。早些年，她化名各种身份，专门挑选有婴儿的华人家庭下手。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，很多华人家庭不敢再雇佣非法移民做保姆，于是梅玉珍便转行做起了其他买卖，一直到她搭上现在的上线。这些年，梅玉珍赚的钱越来越多，她的2个儿子都住上了大别墅，开上了豪华车，8个孙辈也都健康懂事，整个家族一片人丁兴旺、枝繁叶茂的盛景。因为离家太久，再加上孙辈众多，梅玉珍越来越渴望早些回国与他们团聚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就算是坏人，也要退休颐养天年的。而她现在已经越来越渴望退休的那一天。可是梅玉珍心里也非常清楚，自己的2个儿子都不是读书的材料，除了花钱和玩女人之外，没什么真本事。而自己那个老公不过就是农民出身，自己和他20年没有夫妻生活，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整个家庭，1个老公、2个儿子、2个儿媳妇以及8个孙子孙女都没有什么赚钱的本事，都靠着他在美国的收入去享受着优渥的生活。一旦他退休了，整个家庭就会进入到坐吃山空的阶段。所以对梅玉珍来说，如何尽快在退休之前多积攒一笔钱财，就成了她现在最着急的事情。原本她以为马兰的事情成功之后，再加上墨西哥这一个大单，至少能收获20万美元，距离自己功成身退又近了一步。但没想到马兰竟然出了事，所以暂时避一避风头，同时也确保墨西哥的生意不受影响，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墨西哥。等墨西哥的生意搞定之后，他还要再换一个身份回来，到时候华人圈里就不再有陈丽萍这个人了，取而代之的会是他的另一个身份。回想这些，梅玉珍不由轻轻叹了口气，同时在心底暗下决心，这次从墨西哥回来之后，再换一次身份，尽全力狠捞他一笔，结束之后就离开美国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说着，他掏出手机，翻出孙子孙女的照片，搞钱的信念一下子又坚定不少。这时候，他的大儿子忽然给他打来电话，电话一通，便在电话那头谄媚地问道：“妈，您起床了吗？”梅玉珍淡淡道：“就算没起也被你这个电话吵醒了，有什么事直说吧。”大儿子嘿嘿一笑，连忙说道：“妈，你还记得咱老家隔壁的孙哥吗？”梅玉珍问他怎么了？大儿子欲言又止地笑道：“那个他没怎么，就是。”梅玉珍冷声道：“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要是没想好怎么放，我就先挂了。”大儿子忙道：“别挂啊妈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把孙哥他闺女的肚子搞大了，3个多月了，我说给他闺女10万，让他把孩子打了，他不愿意，他现在要把孩子生下来，找我要100万安胎费，我这不是想找您帮个忙，打算给他20万，让他把孩子打了得了。”梅玉珍怒斥道：“是咱家的种吗？”“是啊。”大儿子连忙解释道：“这不孙哥过年的时候打电话，让我给他闺女在大城市安排个实习的工作，我一想那都是老邻居了，他闺女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知根知底，就把他弄到我朋友的公司当行政去了。”说到这，大儿子又道：“他一个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想着他爸也算是我的老大哥了，我总得多照顾照顾，一来二去的就发生了。”说着，他还不忘补充一句：“确实是咱家的种。”梅玉珍淡淡道：“是咱家的种，就没有打掉的道理。”
我这么累死累活的在美国赚钱，就是为了让咱们家枝繁叶茂，人丁兴旺。你让他生吧，这100万我给他。”大儿子顿时一喜，连忙又道：“妈，这事儿您可不能让我弟他们知道啊，万一传到我老婆那去，这个家就得翻天了。”梅玉珍淡淡道：“我知道，放心吧。”说着，梅玉珍又道：“这事儿你想好怎么跟他爸说了吗？你比他闺女大10几岁，他要知道了，肯定得胡搅蛮缠吧？”大儿子解释道：“其实孙哥已经知道了，100万安胎费就是孙哥的意思，他也没难为我，反正这事儿都是你情我愿，又不是我用强的，他就算不高兴也不能把我怎样。”梅玉珍冷笑道：“他不高兴？他闺女怀了你的种，我看他做梦都要笑醒了。说不定这事儿就是他一手策划的，他家人我早就看得一清二楚。”大儿子无奈道：“是不是他一手策划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梅玉珍嗯了一声道：“我回头先给你5万美金，你把这钱给他，告诉他安心养胎，把孩子生下来，孩子生下来之后做一个亲子鉴定，只要是你的种，我肯定把剩下的钱补给他。”说着，梅玉珍又不禁感叹一声道：“你和你弟弟8个孩子，我都没机会从小拉扯，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也该退休回去了，到时候我就帮你带大。”大儿子忙道：“妈，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可不能往家里带呀，我老婆知道会跟我闹翻天的。”他敢？梅玉珍冷声道：“他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花我的，做我的，住我的，要是还没点自知之明，就让他趁早滚蛋。”大儿子尴尬地说道：“妈，他就算是不敢当着您的面跟我闹，私底下也一定会跟我闹个不停的，到时候还不够我烦的呢。”梅玉珍不屑地冷哼道：“他只要敢跟你闹，就立刻跟他离婚，跟他离了再找个黄花大闺女，说不定还能再给你生2个孩子，不比守着那个黄脸婆过一辈子要强。”